今天我们要谈一谈管理血压的3件小事、3件大事，还有一个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事情，我会放在最后视频的尾端跟各位解释。首先我们先讲一讲3件小事，小事不代表不重要，小事的意思是说平时大家比较不关注的事情，认为不重要的事情，或者是不知道的事情。管理血压很重要的一件小事，是我们忽视了我们人身体对一种矿物质镁的需要。镁在我们身体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复杂，但是单纯从控制血压这个角度来说，镁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了解一下镁在我们身体里面基本的运作原理啊。我们身体的所有的细胞跟血压有关的话，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肌肉细胞。身体的肌肉包括骨骼肌，包括平滑肌，包括我们心脏的肌肉。肌肉细胞在工作的时候，是钙和镁一起合作，造成肌肉细胞的收缩和放松。我们血管的周围有一圈肌肉叫做平滑肌，平滑肌的工作就是肌肉细胞的收缩和放松，收缩和放松，导致平滑肌的蠕动，所以血管会收缩放松，收缩放松，那么血管会蠕动，平滑肌的蠕动，它的工作原理就是这样。而肌肉细胞的收缩与放松是什么东西在工作呢？是钙和镁相互之间互相工作协作的结果。平时钙在我们细胞的外面，镁在我们细胞的里面。当我们的肌肉细胞受到刺激的时候，钙呢就会从细胞的外面涌到细胞的里面去。当大量的钙进到细胞的里面的时候，这个细胞就会收缩。细胞收缩了以后，细胞里面的镁呢立刻就会把这些钙从细胞里面推到细胞的外面去。把钙推出去以后，细胞就会放松。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做任何的动作，我们的细胞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钙涌进去，钙被推出来，钙涌进去，镁把钙推出来，这个动作周而复始，不停地在做。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呢一收缩一放松，一收缩一放松。那么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肌肉细胞里面血管的蠕动需要一收缩一放松，一收缩一放松。而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镁不够，现代人的饮食其实缺镁的风险比缺钙的风险高很多很多。不像几十年以前那个年代，食物里面的营养比较不足，所以缺钙的风险比较高。那个年代土壤的营养、土壤的健康啊，比今天要好，土壤里面缺镁的可能性比较低。今天刚好相反，今天我们饮食里面缺钙的风险比较低，可是呢，由于土壤营养的流失，我们今天缺镁的风险反而比较高了。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缺镁而不缺钙的时候，钙镁失去平衡了，钙比较多，镁比较少的时候呢，钙涌进了细胞里面去了之后呢，它不容易被推出来，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细胞的收缩以后不容易放松。从平滑肌的角度来讲，它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放松，所以缺镁的情况下，往往我们的血压就控制的比较不好，而且你会比较容易看到你的舒张压会比较高，说我们平常所谓的低压比较高，就是我们血管在松弛的状态下，它还维持比较高的压力。而这种状态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讲，它的风险比你的收缩压高，风险更高。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谓的第一件小事。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二件小事，一般人忽略了，是保持规律的顺利的排便。大家不要以为不重要，很重要。尤其是血压异常的人，血压比较高的人呢，如果你排便不顺利，你坐在马桶上面需要用力，你在你过度用力的时候非常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排便顺利很重要很重要。而排便顺利呢，跟缺镁不缺镁有很大很大的关联度啊。因为你排便要顺利，同样的需要你肠道的蠕动啊要能够正常啊。而我们肠道的周围跟血管的周围一样，它是有平滑肌的，肠道的蠕动也是要靠钙镁平衡来工作的。所以肠道正常的蠕动需要钙使肠道平滑肌收缩，镁使肠道平滑肌放松。所以一收缩一放松，一收缩一放松，顺利的话，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排便顺利对血压高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的。第3件小事跟适量的饮水有关，因为如果说你身体缺水的话，它会影响你身体所有机能的运作。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排便的问题呢，缺水也会导致你排便不顺利。同时还有人的身体如果缺水的话，会让你的血容量不足，血容量不足就会引起交感神经的补偿性的兴奋，而过量饮水的话又会加重高血压患者心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饮水这个事情因人而异的要去合理的安排。比较理想的方式就是观察你的尿液淡淡的黄色就刚刚好，你不需要喝很多很多的水，可是呢你也不要缺水。这是3件管理血压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3件小事。我们先来看一看管理血压所需要注意的3件大事是什么。3件大事里面排名第1位的
还是把我们的胰岛素管理好。在现代高糖饮食的背景跟高糖饮食的环境底下，相当高百分比的人身体其实是有胰岛素抵抗的。大家要了解，根据统计，胰岛素抵抗是非常非常多原发性高血压的重要根源。所以把你的胰岛素抵抗管理好，它对你体重的管理会有帮助，它会改善你的代谢灵活度，可以从源头上去帮助你调节缓解你的血压的问题。所以胰岛素抵抗的改善是3件大事里面的重中之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蛮重要的是管理我们饮食里面的钠和钾摄入的平衡啊。这个钠钾失去平衡，对我们身体的血压是有很大不利的影响，这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所以血压高的人呢，需要知道我们的饮食里面需要钠的摄入，就是盐的摄入啊，量要比一般人呢要低。低多少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你需要管理好。那么对于血压高的人呢，你要增加钾的摄入。钾的摄入是不是一定要透过营养补充剂？这个不一定，食物里面也有丰富的钾，比方说绿色叶子的蔬菜，比方说牛油果，比方说坚果，这些食物里面钾的含量呢是比较丰富的。就是提醒各位，如果你们要用膳食补充剂去补充钾的话，你们需要注意一下你们的肾脏健康。如果你的肾脏是健康的，肾脏功能是正常的，膳食补充剂的钾对你是 OK 的。所以如果你有肾脏病的顾虑的话，膳食补充剂里面去补充钾，你最好跟你的医生探讨探讨，才去做这件事，比较安全。这是透过饮食里面我们所需要管理的第二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三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增加有规律的中低强度的运动。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胰岛素抵抗，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镁的重要性，我们的血管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对血压管理的重要性。我们平时在听一个名词血管硬化，我们一般人对血管硬化这4个字的认识其实很模糊的。血管硬化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血管没有弹性了。血管没有弹性的底层含义是什么？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如果你的血管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做得非常好，它就是有弹性的，它就不是硬化的。那么我们有充分的镁会帮助我们血管弹性，胰岛素抵抗控制好了会帮助我们血管弹性，钠钾平衡帮助我们身体的血管弹性，适量的运动对我们血管的弹性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各位想一想看，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心率增加了，我们的呼吸频次增加了，我们的心率砰砰砰，每心率增加的时候，你的血管呢就处在一个收缩放松收缩放松收缩，不停的在做收缩放松的工作。其实它是在锻炼你的平滑肌，肌肉它是可以锻炼的。所以在你胰岛素抵抗控制的相对得宜，钙镁平衡控制的相对得宜，身体的水分是适中的时候，做适量的运动可以给你管理你身体的血压带来你无法想象的好处的。为什么我们要说中低强度的运动？中低强度的运动的含义跟定义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有的人他以前就是运动健将，他可能每一天跑5公里，每一天跑8公里，对他来说仅仅是热身而已对有很多身体有慢性毛病的人来讲，或许出去走走路就已经很辛苦了。所以所谓的中低强度运动，这个标准是因人而异的。那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做高强度的运动呢？因为高强度的运动对我们身体是造成比较大的压力的，而这种压力在我们血压不是很理想的状态下，其实对我们管理血压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但是呢，有规律的持之以恒的去做中低强度的运动，反而对我们血压的管理呢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3件小事和3件大事。一开始的时候答应大家的有一个额外的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情，至关重要的，就是现代人呢很难避免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小毛病，需要医生的帮助，需要药物的介入。在你们去看医生，医生要开药给你之前，有血压问题的朋友们一定要提醒医生，你现在是有血压问题的，你现在在吃了哪些药，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好好的沟通。有一些药物会导致你的血压的变化更加变化莫测，所以在吃药之前大家务必要咨询你们的医生，因为那个药有没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血压，只有医生才知道。谢谢大家。